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幕的课程，第二幕中也是有4场，每一场都有自己的主题。在第一场中，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新批评；第二场讨论法国结构主义；第3场我们即将去分析隐喻与转译的差别；最后一场我们要探讨在结构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李维斯托的一个结构人类学。那我们进入第1场，也就是美国的新批评纲要。我们还是请同学先提问，然后来谈艾略特的传统与才华，然后再进入我们要谈的是在新批评中这个诠释的谬误以及内在性的批评。最后我们要谈在新批评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 organic unity 有机整体。我们请同学先提问。如果我有2个选择，好吃的月饼装在菜市场的塑胶袋，跟难吃的月饼装在黎记饼店的豪华礼盒，我到底要选哪一个送给亲朋好友啊？到底是形式重要，还是内容比较重要呢？要回答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回到什么是新批评。在50年代，美国发展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叫新批评。这个理论深受英国的文学家及理论家的影响。那之所以能在美国盛行，而成为一套全新的文学理论，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可以想象，美国在当时是一个所谓的 melting pot， 一个文化、种族、宗教的大熔炉。如果你讨论文学作品中的作者，讨论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宗教、历史或者是文化，那将会产生很多种族不同的信仰跟认同的冲突。唯一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语言。那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美国就发展出一套最大公约数的几乎没什么大冲突，大家都可以讨论的，就是一套细读的语言内在性批评，叫做新批评。那这个新批评呢，深受我们在美国现代主义中最具代表的诗人跟作家 T.S. Eliot 艾略特的影响。艾略特他的 Wasteland 对整个西方的文学创作跟文学的现代主义的开展有很大的贡献。那艾略特他本身除了创作之外，他也提出了许多文学的观点。最具影响力的，也深深影响到我们新批评发展的，就是他的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传统与个人才华。在这篇文章中，艾略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depersonalization 去个人化。他的论点提出，一般在我们之前在第1幕的时候有提到 work, text, discourse， 作品、文本、论述，在谈传统时期的时候，都是以作者为导向的一个作品诠释，所以它是一个作者的才华、作者的语言技巧、作者的叙述技巧来去探讨那个作品。那艾略特觉得个人的才华事实上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传统的继承，传统远远重于这个个人的才华。那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探讨到艾略特他在谈诗人的心灵，其实扮演的是一个catalyst 催化剂的功能。那什么是催化剂呢？在化学里面，催化剂是一种化学物质，它可以把一个 A 的物质，活动性较低的物质，催化成一个 B 的物质，活动性较高的物质。也就是说，诗人的才华在作品中相对次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把借由诗人创作的心灵一个催化剂，把整个文学的传统催化成一篇作品。比如说他的作品 Wasteland， 在 Wasteland 里面就不是他个人揽镜制造的一些个人的情绪也好，这个心灵的样态也好，而是他
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甚至不只是美国的，不只是欧洲的，是各国的文学传统。他淬炼了所有的文学的精华于一身，在他的创作上面开展了他经典的Wasteland， 就是荒原。也就是说，在艾略特的观点中，个人的才华事实上只是传统这条河流里面的一滴水。那个水之所以能成为有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它继承了整个河流的传统，淬炼到这个水滴里面。那好的作品就必须是能继承整个大传统的文学的精华，在它的时代里面，用它的时代性的一个特色去开展出这个文学传统的新面貌。这个新面貌才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好的作品。那这样的一个 deep personalization 去个人化的一个论述，深深影响了我们美国新批评的理论。艾略特的去个人化这样的主张，深深影响了新批评。新批评进一步的提出诠释性谬误与内在性批评的主张。他们提到，事实上，在诠释的过程中，有2个人要被打入冷宫，一个是作者，另外一个是读者。第一个作者为导向的，就是他们提出了 intentional fallacy 意图性的谬误；读者为导向的是他们提出了第2个谬误 affective fallacy 情感型谬误。事实上，我们在捧读一本诗集或小说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问题缠绕在我们内心，就是这本书到底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自然而然会被 suck into the plot， 就被吸到故事情节里面去追寻这样的问题。对新批评而言，这个并不重要，因为作者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并不是我们能去呈现的在文本中。所以，作者为导向的意图在诠释里面，对新批评来讲不重要。我们就要回到文本自身就有丰富的意涵，不需要去问作者。其实作者不只是已经往生，很多作者已经往生之外，很多作者他的意图会随着时空也不同的改变。那第2种谬误就是 affective fallacy， 就是我们读者一个主观的情感。所以每一种人性别、种族、宗教、文化不同，阅读同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好了，就会有不同的情感的变化跟呈现。那以哪一个人都不客观，所以读者为导向的一个情感的诠释，也是一个很低阶的一个诠释，对新批评而言。所以一个是过于主观的一个情感是指读者的，一个是过于武断的这个客观的一个作者导向的一个意图。那这2个对他们讲都是 fallacy。那你如果告诉我错的，1+1等于3是错的，1+1等于1也是错的，请告诉我什么是对的。那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内在性批评，1+1等于2是对的。内在性批评事实上是专注在文本自身，排除掉我们的作者意图、历史情境，还有读者的感受。那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做内在性阅读呢？那就是细读，有别于刚才前面提到了这些属于外在性的阅读，比如说探讨宗教、文化、历史，这是外延型的、外在性的阅读。我们只谈内在性的语言自身。那这样的阅读就必须把书打开，细细的读它所有的文字内容。这样的阅读事实上影响的教育的模式也非常的深远。essay question 的这种申论题。好，那如果我们要细读，我们要读什么呢？新批评提出了一个蛮有说服性的一个概念，叫做 organic unity 有机整体。那什么是有机整体？很简单，它就是逻辑结构加上
局部肌理，所以等于我们的有机整体。那这个英文里面就是 logical structures plus local texture equals organic unity。我们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作为一个例子。当莎士比亚要写这一篇感人的故事的时候，他内心必须要有个主题，那就是爱情。那这个爱情必须置放在一个情节的铺陈上面。啊，所有的情节都必须有次情节，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剧，甚至是戏剧，都有不断的次情节的交错。那每一个次情节都会有它3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场景、角色与动作，或者是事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那我们看到的是打开了这个戏剧，你看得到的是他用文字在叙述在蒙太古与卡布莱特，这在维诺纳城这2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关系，造成了这2位爱人之间的爱情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是必须借由场景、角色跟他们发生的事件来去凸显故事的内容。但不管是哪一个元素，都必须是一个文学最基本的元素，叫做文字。那我们看到的文字就会有无尽的文字，那它描述了不外乎这3个基本的要素，每个要素又会建构了它的次情节，次情节的交错就会接到主情节，主情节最后到了我们的主题，那就是我们一个悲剧的爱情。那你把这个图 organic unity 有机结构，为什么叫做有机呢？你把它倒过来竖起来看，你会发现有趣的是，它就是我们那天在我们成大校园龙园里面看的那一棵榕树一般。首先，一个创作必须它有一个种子，那种子就是那一根茎那个 root 那样的一个根茎，然后你会有一个 trunk 一个主干道，那是你的情节，然后你有 branch， 你有枝节的树的开展，那你就 subplot，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 branch， 那就是你的 setting 啊，还有你的 character 啊，还有你的 action， 然后所有每一片叶子，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每一个文字那就是它的所谓的局部肌理。那有趣的是，我们探讨这个新批评的时候，重视的是逻辑结构加上局部肌理，成了有机的结构。也就是说，创作永远像一个种子般，它是 organic， 它不断的成长。所以莎士比亚在写任何戏剧的时候，4大悲剧的时候，他不可能就是想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怎么写了。那这是在写操作手册才会讲的，所以他一定是内心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修文字，不断成长的不断修文字，写出了最后的这个戏剧。那在这样的一个图示里面，你看到了新批评在主张的是，我们要阅读一个文本的时候，文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它整个 organic unity 的开展，然后细读它很丰富的文字，还有细读它莎士比亚如何铺陈它的剧情。那这样的阅读，事实上是新批评所主张的。好，有了新批评的这样子的一个论述之后，我们回答刚才同学提问的问题就很容易了。那你要送亲友的时候，到底要提的一个塑胶袋好吃的月饼，还是一盒华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难吃的月饼？这样的两难上对新批评是简单的，因为以新批评的角度来讲 ，structure、form 或者是 order、organic unity 是 priority 是优先的，所以盒子是重要的 ，form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不只是外表的包装。包装本身就是一个价格。如果以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因为它有它的厂牌的经营。所以说，这个答案套出我们的是，在新批评或者是法国我们即将介绍的结构主义苏俄的形式主义，都重视的是形式，形式是意义的源头。那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来凸显刚才讲的这样子的有机结构
事实上形式为主，内容为辅。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新批评很主张的 organic unity 有机结构。我们要谈的是整个结构面是最主要的源头，内容是其次的。好，这是我们第2幕第1场的课程到此结束。